小美躺在墓穴里，轻轻抚摸着坑壁。年轻警察觉得她有病。眼下这起特大凶杀案轰动全国，靠躺在墓地推断死者生前信息，这不胡闹吗？但没想到小美还真有说法。这里是第二现场，死者死后被转移到这个提前挖好的墓穴，可墓穴尺寸却跟死者身材几乎一致，所以凶手要么跟死者很熟，要么早就锁定了目标。而这里是建筑工地，凶手把尸体埋在这里，只有一种可能，故意让警方发现。可尸体却被砍去了手脚，没了指纹，还砸烂了脑袋，没了面容。凶手摆明了在跟警察挑衅。你还别说，小美猜对了，凶手在过去19年里连杀19人，每次都会挑选跟自己身形相仿的受害者，杀人后抹去死者身份信息，然后改头换面，同色、发型，甚至连手部粗糙程度全都换成死者生前模样，然后以被害者的身份逍遥法外，如此循环往复。至于为什么故意让警方发现尸体，就是玩。19年里，警方被耍得团团转。这次的命案也是，小美提着2大箱线索废寝忘食，就连天花板上都贴满了案件资料。她睁眼闭眼全都是破案，可还是没查出死者身份。要不是一个老太太报了个堪称离谱的案，这桩连环命案根本没有眉目。老太太说她看见儿子马丁了，这有啥好离谱的？因为19年前一起车祸，警方从面目全非的死者尸体上通过驾照认出了马丁。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马丁就是耍了他们19年的凶手。车祸案就是马丁的第1场谋杀。 You and I are about the same height, man. What? 青年死后，马丁砍了他手脚，砸烂他脑袋，把自己的驾照藏在青年尸体上，然后把青年的驾照篡改成自己，用青年的身份继续生活。当年没办法鉴定 DNA， 这事儿被定成了铁案，所以警察没在意这次老太太报案。与此同时，凶手再次作案，但这一次现场有了一个目击证人。画家，很多时候报案人就是凶手，可警察问了半天没问出啥异常。小美亲自上阵，聊了几句就出来了，他不是凶手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小美故意掉落凶器，可画家差点吓破胆。凶手做了那么多案，怎么会被这点血吓到？更重要的是，画家是个左撇子，跟凶手以往作案手法并不一致。不过画家也给出了有用信息，他隐隐绰绰地看到了凶手的脸。警方立刻根据画像发布通缉令，一家旅馆老板上报，这个人3个月前开了间长期房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不让打扫，也不许惊扰。房内灰尘遍布，几盘剩饭早就霉烂了。很显然，这人只是假装住了几天而已。警长准备收队，这时小美突然看到天花板上有条裂缝，她伸手进去，一个纸袋，没啥异常的，空钱包、零钱、首饰，但偏偏最正常的手帕下面是一根手指。警长正在研究断指，小美发现上面还有东西，她再次伸出手去慢慢摸索。尸体死亡特征跟连环凶手手法完全一致，这还用想吗？画家指认的这个开房人就是凶手马丁。案件取得重大突破，又有好消息传来，死者昨天刷过信用卡，而房间里的座机某一天给同一个号码打过20个电话。猜猜号码的主人是谁？正是马丁的妈妈。可老太太仔细看了看画像，有点像，但她不敢确定。原来她有一对双胞胎儿子，小儿子马丁意外导致了哥哥死亡后性情大变，19年前离家出走，直到老太太接到警方通知，他车祸身亡。但他也给了小美一个关键线索，马丁的腿骨折过。小美立刻组织开棺验尸，果然当年车祸案的死者腿上并没有骨折痕迹，这就证明死者并不是马丁。小美立刻申请把老太太送到一家酒店保护起来，自己则回到了老太太家。因为白天临走前，她发现书架背后有风吹出来。不用想了，书架后面一定有一个密室，马丁会不会就藏在这儿？密室其实就是儿子们的卧室，外屋破败不堪，显然是哥哥的，里屋却干净整洁，床铺上一粒灰都没有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四处摆放着马丁小时候的玩具，而这些残缺了手脚和脑袋的小人，不就是死者们受害后的模样吗？小美躺在床上，难道马丁真的藏在这儿？突然，一双手干穿枕头勒住了他，把他打倒后迅速从阳台逃了出去。是马丁吗？晚上回到家时，小美无意间发现死者们的年龄都不一样，而且逐年递增。小美豁然开朗，突然明白了马丁的作案动机。
当年他因为害死哥哥，开始极度厌恶自己，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每年杀一个人，用新的死者身份继续苟活。案件终于有了眉目。这时，同事接到急报，画家的工作室被袭击了，但对方只偷走了一本支票和明晚参加画展的花名册，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偷窃案。画家行程单上一个人名引起了小美的注意。画家说这是他金主爸爸，明天也要来，但小美却想起了这个名字，这个人早就死了。正是他们在旅馆发现的那具尸体，也就是说，马丁现在用的新身份很可能就是金主。警方想用画展做局，决定派便衣保证画家安全，但画家毕竟是画家，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他点名只要小美保护，小美送他回家。路上，两人渐渐吐露心声。小美说自己小时候意外害死了一个人，长大后当警察就是为了赎罪。随着聊天的深入，爱情的小火苗如画家所愿的擦出来了。第二天，画家伪装好出现在画展，换了盛装的小美让他心里挠挠的。幸好小美没乱分寸，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了假金主，但假金主也认出了警察，立刻跳窗跑路，消失在狂欢节的人群中。画家为此受到了惊吓，警方派人护送他去外地。警察接过行李拿到车上，画家回去接着收拾。可就在这时，门后一道人影出现。 Hi, James. Where are you going? 画家被假金主制服，但假金主接下来的话就有意思了。 I thought you and I had a special relationship, the kind that demanded a great deal of respect. But obviously you don't understand, so I'm going to explain it to you again. You have something that I want. Therefore, it's mine. So this idea of running away, it's not gonna happen. I need you to answer something for me. What do the police know about? 警察听到呼喊声冲了上去。此时，小美也来送画家。她刚到楼下就听到了枪响，冲上楼一看，警察已经倒在了血泊里。假金主则劫持着画家开车跑路。路上，画家捣乱，车子撞上了护栏。惊魂未定的画家拿起枪，精神失控的疯狂射击。假金主人都死透了，他还在补枪。小美这才赶到阻止了他。事后鉴定表明，假金主的 DNA 跟马丁的吻合。至此，大案告破。警长祝贺画家，这么严重的车祸，万幸你只伤到了胳膊。画家也向玩命救自己的小美真诚道谢。一个是勇斗歹徒，一个是英雄救帅，两人互生好感。画家当晚就摊牌表白，小美也是爽快人，两人快枪配快马，好一对逍遥帐中人。第二天，两人神清气爽的来医院帮画家验伤，正巧碰上老太太来认尸。面对面目全非的尸体，老太太看不下去了，失神般的逃离，一直到进了电梯还没缓过来。Hello, Mother. 大反转来了，原来画家才是老太太的儿子，真正的凶手马丁。当年老太太偏爱大儿子，得不到半点母爱，在嫉妒中长大的马丁逐渐变态，逐渐记恨哥哥，也逐渐厌恶自己。于是他害死了哥哥，连环作案取人身份。他把一切罪恶的起因都归结于妈妈的偏爱。You could have had me forever, but you ruined it. You ruined everything. 意识到不对的小美从楼梯追了下来，电梯门再开时，马丁脚下老太太已经倒在血泊。小美三观尽毁，一想到自己昨晚跟一个变态杀人狂哼哼哈嘿，她心里一阵恶心反胃，瘫倒在地。警方重新下令通缉，他们这才查明假金主其实只是个艺术品小偷。他找用画家身份的马丁，只是为了销赃，却被马丁栽赃陷害。而马丁打死撞破真相的警察后，又打死了小偷，带走了尸体，再假装自己被小偷劫持，然后精心设计车祸，往尸体上疯狂补枪，以遮掩之前的致命伤。真相大白后，小美从破案功臣一夜间成了警界之耻，她被开除出警队。这还不算完，马丁跑路前还专门给她打电话恶心她：“咱俩是一路人，那一晚我会记一辈子。”这句话彻底击溃了小美，她冲进浴室，疯狂搓洗着被马丁接触过的皮肤，恨不能把皮都撕下来。但很遗憾，几个月后，失业的小美肚子一天比一天大。她怀了马丁的孩子，好死不死，又是一对双胞胎。临产前，她最后一次收拾好婴儿房，可她刚要下楼，原来马丁一直在暗中监视小美，而这个变态依然没有丝毫手软，锋利的剪刀狠狠插进了小美的肚子，一大两小，一刀三命。可下一秒呢？
此时终极反转出现，原来小美想通了一切，马丁的犯罪动机正是因为他跟双胞胎哥哥的经历，而他又是如此厌恶自己，绝不会允许自己的血脉延续下去。所以如果假装自己怀了马丁的双胞胎，就一定能引骗他现身，给了所有受害者一个迟来的公道。电影到此结束，